那老王，你聊聊这个园艺的一些心得吧。园艺的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你像你就是在玩土、玩沙子、玩石头，这些东西都很重，然后还有刨坑，然后还有平地。澳洲这边有一种园艺我很喜欢嘛，就是叫 native garden，就它会用澳洲原生态的这种植物来做。那这种原生态的，因为它本身就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它对这个土地的水分也好，对这个土地的养分也好，有一种天然的适应的能力。我们家后边种了一棵eucalyptus，尤加利，都是开花的这种，也叫 flowering gum 嘛，它是一种开花的桉树啊。桉树这个东西它品种也是相当的多，有些桉树是永远都不开花的啊，有些桉树就长得超级巨大，可以长到20-30米这么大。家庭的这种园艺一般会选择这种叫 flowering gum， 成年之后大概是3到5米高，每年夏天的时候会开花，然后那个花也是非常漂亮。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很有澳洲特点的叫 Banksia， 属于山龙眼科。Banksia 它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小故事的。当年库克船长第一次登陆澳洲的时候，跟他同行的上面有一个植物学家叫 Bank。还有一种呢叫 Purdy 这个植物呢，其实原生是来自于南非，因为南非的这个地况和气候条件和澳洲很像，所以说这个花拿到澳洲来也被视为 native garden 的一种。你在做你这个后院的这样的一个园艺设计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一些中国的园艺的风格进来？东方的这种园艺设计啊，可以说是内心里面最喜欢的一种形式。但是据我了解，就是这种中式和日式的园艺，它的维护成本和维护难度要更大一些。因为澳洲这个地方比较偏干旱嘛，你看那个中式的园林和日式的园林里面有一个经常会用到的一个造景的元素，就是苔藓。苔藓需要很湿润的一个，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中国的园林多见于长江以南，著名的苏州的拙政园，还有虎丘什么的，就感觉中式的园林就是一步一景嘛，讲究颜色并不多，就是以绿色，然后石头和水的颜色为主。西方的他们对于品种的这种收集可能会兴趣会大一点，甚至说颜色丰富的颜色。哎，那你去过这个 Darling Harbour 那个中国园林吗？Chinese Garden 是吧？他那个园林做的水平也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也是受限于气候，澳洲这边阳光太猛了，应该是江南就是烟雾缭绕那种，是你知道那种感觉才是东方的意境。其实我是前2年开始对日本的枯山水会开始有点兴趣，有一年就是去京都嘛，去京都之前呢，我就买了一本这个叫《知日》。它这个专辑就专门讲这个枯山水，然后我在里面就查到了有一个寺院叫做龙安寺，在京都，它是集这个枯山水大成之作。整个它这个枯山水的造景里面安排了15块石头在庭院的不同的角落，15意味着满，意味着盈。你置身于这个庭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你都只能看到14块石头。它的整个的审美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叫做侘寂，就是瓦比萨比。侘寂主要讲的呢，就是它是一种残缺的、不完整的美。它把这个美学的特征做到了极致，就是他们讲究的是这样以残见全。日本这个枯山水主要是用沙来代表水，然后用石来代表山，搭配有一些植物啊、苔藓啊之类的。那它这个沙纹，它这种形制就很有意思。第一种是连纹，有曲线、有直线，象征着那种大江大河啊这种感觉。第二种是波纹，山脉啊、波浪蜿蜒曲折的。第三种是叫涡卷纹，代表着宇宙。最后就是一些其他的纹理。什么锦格纹啦，就日本的一些传统的纹饰，赤松纹，其实就是这一次东京奥运会它的那个 logo 就来自于这个叫赤松纹。枯山水也好，日式料理也好，就它做的太精致了，就是它放在那边你是不能够去破坏它的。我看它有人专门来分析，就是日本的枯山水跟中国的园林造景比较大的一个不同的点就在于说，它的枯山水你是不能进到这个环境里面，你只能在边上去欣赏它。中国园林它的审美情趣在于说，你在这个动线里面流动的时候，人跟这个景产生了一个互动，产生了一个说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步一景，是你跟让这个园林的景致达到了它最终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它是跟人有一个紧密的联系的。